我17岁嫁入永历侯府，成亲1月有余，丈夫领军披挂出征。半年后，他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从此我亲登古佛，操持家务，积劳成疾。为了夫君，我呕心沥血，几乎断送了自己的一生，却落得无人依又带着妻儿回来，你把荣英……翠芝，外面什么声音？老夫人，大主君没死，他回来祭祖了。大主君，他还带回来一个女人和孩子。你们在里？简直是胡闹！过上了你想要的日子，和你的良人相伴一生，现在又带着妻儿回来，你把荣英置于何地呀？他不是已经快要死了吗？荣英，原来我的夫君没死，还儿孙满堂。我们两家成婚本来就是为了利益，你谢家也拿了好处，别装无辜。是吗？你秦俊义和良人间谍情深，琴瑟和鸣。我呢？我就活该断子绝孙，孤零零等死。凭什么？闹够了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快滚回你的窝里去！哎呀！来人呐，救火！来人呐！别给我机会！我弄死所有让我不好过的人！姑娘这病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，反倒是加重了。夫人安排的事儿也懈怠了，就该懈怠。姑娘才嫁进来几日，婆母就让她看烂账，还想用嫁妆填补。得亏是病了，这2日才没被叫去操持家务。我不是和秦俊义被火烧死了吗？我没死。夫人说，少夫人歇了3日，身子想来应该好转了。我重生了，居然重生到新婚的半月之后。袁妈妈，我们夫人还病着呢。少夫人，府中上下的事情还得您拿主意呢。夫人，
我没嫁进来之前，侯府就没主事人。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劳烦袁妈妈回去告诉母亲，儿媳身子弱，钟馗之事还请母亲自己操持。府中账目，妈妈也一并带回去吧。少夫人这是忤逆尊长，出嫁从夫，孝敬尊长，替婆婆分担家事。少夫人，难道连这些道理都需奴婢来说教？袁妈妈，我都说了，我身子骨弱，你这么着急让我操持家事，是想让我用我的嫁妆填补亏？夫人，心腹闹脾气罢了，谅着就好。可若少夫人真不管府务，那府内的亏空，他最重名声，迟早会低头。去，告诉小侯爷，让他务必稳住谢氏。交出嫁妆后，我就允他之前所求，让他与心爱之人双宿双飞。是。既然重活一世，这次我不会再任人宰割。姑娘，喝杯参茶，暖暖身子。四叔现在还在汴京吗？在的。姑娘怎么突然提起他？边关后面会不安宁。前世是谢家拿钱托举情人，这才养出了一群白眼儿。与其靠别人走顺畅路，不如自己勇闯赢。该让谢家立功，这谢秦两家的地位也该推翻，重新洗洗牌了。见过小侯爷。今晚我将留在东院。那今晚我可能陪不了小侯爷，母亲给我的账簿还没看完，小侯爷自便。甚好，我本以为要应付你，没想到他先拒绝了。翠芝，安排人让小侯爷洗漱，伺候小侯爷休息。是。云娘，把账簿搬到隔壁厢房。是。谢荣英，有事？欲擒故纵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何必呢？既然你无情，我又何必有意？听说你白日中还把母亲安排的事情交还给母亲来处理，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就因为你生病，我没有去探你，现在连演都不想演。演？小侯爷，多虑了。姑娘，您风寒未愈，要不奴婢去求求夫人吧。小侯爷昨晚就是受了他的意才来我房中，我非但没领情，还让他独守空房，罚站就是为了让我吃苦头。你觉得他会就这么算了？那咱们怎么办？不急，有人会比我更急。夫人，少夫人这是几个意思呀？昨夜跟小侯爷分房睡也就算了，您刻意的冷落，也不着急了。管他几个意思，这性子太易就得磨。女子以夫为天，她还想有自己的想法，
少夫人身子未愈，天气又冷，能否让她进来训话？多硬的骨头，我磨不动。夫人，您明白奴婢的意思，奴婢是不想您背负恶婆婆的骂名。让她进来。侯爷不是说还有几日才回京，怎么提起？姑娘，快请大夫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夫人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夫人，夫人让少夫人在冷风里站了半个时辰。少夫人风寒未愈，就算夫人要摆婆婆的谱，也不能这样害夫人吧？翠芝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夫人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儿媳？父亲，儿媳刚来府中不久，母亲让儿媳看了府中的账簿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。父亲，你能不能跟母亲说说，让儿媳不要处理这个账簿的事情了？你作为心腹，帮衬婆母处理家中的事情，那是应该的。是不好处理呢，还是你处理不好啊？那若是府中亏空的那些银子，儿媳能用宫中的银子去填补吗？若是用儿媳嫁妆去填补，被有心人知道了，又该编排咱们秦家了。府中亏空的那些银子，侯爷，荣英刚进府，哪里知道府中的事情，定是记恨今早的惩罚，才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原来母亲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儿媳想多了。可账簿确实有问题，前日儿媳已经将账簿归还母亲，可母亲还是让儿媳处理。少夫人，说话要谨慎。你给我闭嘴！父亲，可否随儿媳前往前厅？儿媳让人把账簿拿来，给您过目。这些账簿最早到承德5年6月，里面不对之处儿媳都标注了，还请父亲过目。谢荣英，你想干什么？谢家的女儿就是这般在夫家找事的吗？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有问题就解决，而不是堵住发现问题人的嘴。哼，你是在质疑你婆婆以往操持中馈吗？若是母亲操持的家事没有问题，何惧质疑？若儿媳真有不懂或做错之处，母亲指点一二又如何？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好了，我倒要看看承德5年6月后的账簿到底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哼！我把整个家都交给你了，你就是这样操持的？少夫人，不出您所料，侯爷把府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周氏打理了。蒋氏也同意了。
我刚嫁进来，整个侯府就盯上了我的嫁妆，传出去啊，侯府的脊梁骨都要被人戳烂。这下怕是彻底与蒋氏和小侯爷闹崩了。都出去！都出去！谢荣英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小侯爷，这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谢荣英，你知道我为何会厌烦你吗？因为你太会演了，太会装了。我们两家成婚本就是为了彼此的利益，而你却为了这利益，装出一副跟我夫妻和睦的样子。你为了利益，为了名声，为了别人口中贤良淑德的秦家嫡长媳，讨好我，讨好母亲。你现在又不满了，到底在不满什么？哼，笑什么？我笑，我所要的利益和名声都是你们秦家得了便宜，现在不演了，跑过来气冲冲的质问我，你在不满什么？既要又要，还要当了婊子立牌坊。谢荣英，这么大声做什么？说我虚伪，你秦俊义又何尝不虚伪？心里装着一个人，却要为了秦家的前程来迎娶我，待娶了之后，又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明明是你自己懦弱无能，承担不了家族兴衰的责任，却要怪因为我让你娶不到你心仪之人。作为儿子，碌碌无为，让母亲操心家族兴衰，这是不孝。你作为良人，因为家族兴衰抛弃心爱的你，像你这样不忠不义又虚伪至极的人，是怎么好意思说我虚伪的？你在背后调查我。我不光调查了你，还把你秦家调查个底朝天。你以为你父亲当真不知道这秦府的亏空是怎么回事？你既然要求我，你们母子就收起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我仔细算了下，你们侯府的亏空还不及我嫁妆的一半银子。那些黄白之物有什么了不起？别忘了，你们谢家不过是商贾之户。你们永义侯府高贵，没银子也是寸步难行。好，既然你早知府中一事，那你为何不与母亲商量，告诉母亲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周氏的心思有多歹毒？如果今日府中大权落入他的手中，那日后的爵位就会落入他儿子手中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这对我又有什么坏处呢？你嫁入秦家，嫁与我，就该为秦家、为我着想。我母亲也没有对你做什么，你嫁过来，就把掌家大权交给你，对你信任，看重你。这次是你错了。那又如何？你母亲信任我，看重我，所以我就要为你们侯府填补亏空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也是秦家人。今日之事我就不责怪你，马上搬回主屋。今晚我会留在东院，我会去跟母亲说，我希望你能和母亲一条心。如果秦府落入他人手中，对你没好处。奴婢早说过，小侯爷不该对少夫人那么冷淡。毕竟
少夫人是您千挑万选的，听话，知晓替您分担侯府的难题，那是再好不过。是他不分轻重，不分敌我，恰到秦家还想独善其身。我们不好，他能有什么好处？可是现在少夫人明显不想承担侯府的难题。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，真是晦气，娶了个这么不好拿捏的玩意儿。母亲可安好？俊逸，你必须稳住谢荣英。放心吧，母亲。毕竟我和谢荣英现在也是夫妻，虽然现在面和心不和，但是在大局上，还是知道该怎么做的。谢荣英不差的，比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好太多，又能替你分忧，你还能借着谢家的财力，让侯府更上一层楼。我知道的，母亲。你去哄哄她，让她出面把侯府的亏空给填了，也是我的功劳，你父亲也没话说，掌家大权就回来了。母亲，是不是只有我让谢荣英平了侯府的亏空，我才可以和心爱之人相守？我要带她去边境，长相厮守，母亲也应允吧？你疯了！我只想和心爱的人长相厮守，还望母亲成全。小侯爷，为何少夫人还未搬回主屋？少夫人的心思，奴婢不敢揣测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谢荣英，小侯爷这2日来的真勤，你闹够了吗？我可没时间跟你闹。那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已经在关心你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小侯爷是不是没有弄清楚一件事？首先，你们秦家为钱财向我提亲，是心不诚；进门就让我填补亏空，是算计；最后，你作为夫君，并没有真心实意想与我过日子，娶我为利是虚伪。你们觉得我在闹？这只不过是我知道真相后的正常反应罢了。还请小侯爷不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最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在我身上。你说近几日要歇在东院，无非就是想让我替你们秦家平了那些拖欠朝廷的银子。要是小侯爷有什么说什么，我谢荣英还高看你几分。可小侯爷为了让我帮忙，委曲求全的讨好我，还真不像什么大丈夫。谢荣英，小侯爷这么容易就恼羞成怒，说几句就受不了。那要是秦家落魄了，小侯爷又该怎么办？你已是我妻，这是你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秦家的事情，你是不帮也得帮。若我失势，你没有好处。小侯爷说这番话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：最没用的男人才会打妻子嫁妆主意。既然小侯爷如此没用，那我就帮你一次，去找我父亲借那些银子，欠条通过官府盖官印，如何？你，小侯爷，你若是敢动我家姑娘一根手指头，谢家定不会罢休。哼！
君毅，府内亏空这事儿，谢氏当真不可商量？他说借银子可以，写借条盖官印。府内亏空一事，儿子会想办法找谢氏帮忙，但父亲可要答应儿子有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待亏空平息，请父亲亲自向官家请旨，允儿子出征边关。那你打算怎么让谢氏帮这个忙？谢氏性子太烈，母亲一开始就用错了法子。如今唯有父亲和母亲同时施压，他才会松口。可这100万两银子，它不是个小数目。谢氏最看重的是规矩和孝顺尊长，若父亲和母亲同时开口，他不会拒绝的。姑娘，老爷和夫人来了。姑娘，奴婢不明白您现在的做法。什么做法？之前您还会和小侯爷维持表面关系，现在为何不想装了？可这样秦家定会不满您在侯府的处境。我何必委屈自己？姑娘，谢秦两家已经捆绑在一起，你要为了大局着想啊。是啊，就算姑娘不喜小侯爷，你要把缘由告诉老爷夫人，然后两家一起和离好了。和离？我这辈子没有和离，只有丧父。不要和秦家这群人不死不休。见过父亲母亲。走吧。听闻昨夜君毅与你争吵了，你没事吧？儿媳无碍，倒是不慎让小侯爷受了伤，是儿媳的不对。夫妻之间难免争执，以后还需相互扶持。荣英啊，今日我与你父亲前来，是有事相求。母亲请说。荣英啊，你母亲前2日有些冲动，还望你能别见怪啊。是啊，母亲给你赔不是。父亲母亲言重了，儿媳早已忘记。荣英啊，秦家如今有难呐，还望你能帮衬一二。父亲说的是侯府欠朝廷的银子吧？这事儿儿媳帮不上，但家父可以啊。只是须走钱庄规矩，签字画押，1分都不能少。谢荣英，做长辈的求到你跟前来，你竟然如此混账！谢荣英，做长辈的求到你跟前来，你竟然如此混账！混账？那父亲和母亲让儿媳白白拿出100多万两，算儿媳孝顺你。永义侯府自己奢靡败光了家底，却让我这个连侯府半杯茶水都没喝过的外人填补窟窿，要不然就是混账不孝顺。母亲，您是不是在这侯府逆来顺受惯了，觉得儿媳好欺负啊？荣英不会让你白白拿出这笔钱，我们全家都会记得你的好。
简直是胡闹！你现在又带着妻儿回来，你把荣英置于何地？父亲怕是忘了，母亲那日大张旗鼓的去我谢家提亲，如今成亲不足半月，就让儿媳拿嫁妆填补亏空。这什么？这传出去，永义侯府啊，怕是成了整个汴京的笑话。侯爷，柔英，你在不满什么？母亲何必装糊涂？我是不会拿银子填补这个窟窿。既然你不把秦家看作一家人，倒是我多事了。谢荣英必须死！少夫人与您不是一条心，反而还有敌对的意思，确实留不得。唯有这样，才能拿到嫁妆。多留一日，都是祸害。去，拿着我的拜帖，让嫂子来侯府一趟，就说我与她有事相商。是。蒋六爷爷来了。侯爷与夫人离开东岳后，第二日夫人的嫂子蒋夫人就来了府中一趟。这才过了7、8日，蒋家又来了人。之前听闻夫人厌恶周氏之姬，实在是没想到夫人竟能与周氏握手言和，一同招待蒋家人。这世上可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要利益达成一致，就会一致对外。今年新上的龙井不错。这是舅母成婚那日见过的。荣英，这是君逸的小舅舅，成婚那日他不在汴京，今日特意来看你。小舅舅安好。外侄媳多礼了，坐。父亲和小侯爷怎么没来？边关有战火迹象，他们早出晚归，若真动乱，怕是要出征了。这做侯府主母不易，你要多孝敬你母亲，替君逸照看好全家。舅母说的是，以后还望多多指点。荣英只需帮衬府中事务就好，最重要的是为君逸开枝散叶。不如过2日去开宝寺祈福，正好踏青。荣英同去，正好求子。好啊。外侄媳，这个礼你可收好，这是成婚缺席的赔礼。谢谢小舅舅。怎么送男子玉簪？不知礼数，狂悖。收好。姑娘，边关已燃战火，四爷和主君商量了一番，都认为您让四爷去边关的提议不错。听闻边关守将是魏王部下，若得照顾，是不是对我们谢家只有利没有弊？是这样没错。虽然魏王主张打仗，可若官家执意谈和，该如何？我不信朝堂上那些文官的舌头
比得上只手遮天的魏王。听闻魏王也是姑娘这意思，只是魏王如今被大娘娘逼婚，有些脱不开身。无妨，你让四叔按计划进行。是。姑娘，我还有件事情要禀报。姑爷在归乡养了个花容月貌的外室。姑爷在归乡养了个花容月貌的外室，我不敢打草惊蛇，寻思把这件事情先告诉姑娘，免得到时候她把人藏起来，反咬一口说我们污蔑她。该不会姑娘早知道了吧？是。什么时候？成亲之前？那姑娘为何还要嫁？成亲之后知道的。我去查查那女人身份。不必动怒。姑娘不介意啊？介意什么？一个男人的心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他还不配。姑娘，袁妈妈来了，让她进来。这么晚还来讨要少夫人，实在是奴婢的不是。只是夫人与九夫人后日要去开宝寺为两家祈福，这便让奴婢特来告知少夫人一声。后日？后日？少夫人有什么疑虑吗？后日我想回娘家一趟呢。少夫人，怎么想到后日要回娘家了？和家里人说了吗？说了呀，上次回去只回了1个时辰不到。这不是大病初愈，父亲挂念，肯定是要回去看看的。少夫人说的是，亲家老爷定是担忧的。那后日去开宝寺，就只能舅母陪母亲去了。少夫人，侯爷和小侯爷随时可能会前往边关，后日又是大吉之日，您一同前去才显诚意。毕竟您才是小侯爷最亲近的人。边关战事这么紧急了？侯爷是这么说的。少夫人，怎么了？后日便与夫人一同去前往开宝寺，我这就去禀报夫人。都说了要回娘家，非要拉着姑娘去寺庙。这么着急让我跟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说不定有什么好戏正等着我呢。姑娘的意思是，后日翠芝留在府里，顾寻、芸娘，你们随我出府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要演什么戏。是。听闻魏王也在开宝寺为大娘娘祈福，那感情好啊，说不定我还能送魏王一份大礼呢。谢氏怎么还没来？已经去催了。这谁家马车？奴婢不知。母亲久等了。上车吧。少夫人，您和夫人一辆马车。不用了，我有自己的马车。换了马夫？这本就是儿媳从谢府带来的马夫，何来换了一个？翠芝怎么没与你一起？翠芝有些不方便前往寺庙，儿媳让她留在府中。谢荣英身边的那个马夫，之前没见过。或许真的是谢家带来。嫂子那边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舅夫人说，自家人办事，还望夫人放心。不管是谁入了我的局，都别想全身而退。姑娘，蒋家夫人带了她的女儿，还有蒋姨。
除了蒋家的人，还有英国公家的长女，是蒋夫人约的英国公家的长女。你说的英国公长女是那个守了3年寡的薛夫人。真是越来越有意思，自来深居简出的寡妇都要凑这个热闹。姑娘，奴婢觉得这次上下看似平常，但奴婢这心里就是不得劲。他们都在打姑娘的主意。妹妹可算来了，嫂子久等了。容颜可四处转转，别太拘谨了。是。你就是那个闹得侯府鸡飞狗跳的谢氏。英国公家的女儿，没想到都这般爱嚼舌根。莫非张家姑娘都是这般没教养？哼，佛门禁地，少夫人何必咄咄逼人？薛夫人既知是佛门禁地，就该管好自家姑娘。容英，慎言。容英，可不要与张家大姑娘计较。人活一世，难免被人指点。要是都去计较，活得得多累呀！母亲错了，人活一世，若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面对，那只会一辈子受人欺负。儿媳可不会任人欺辱。哼！姑娘，你让属下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说，蒋银并未与王氏同住，而是在寺庙的东侧院落。东侧。姑娘，蒋银此人阴狠，若无必要，最好远离。你听说过他？曾有人说重金买他的命，可后来交易被压下。为了银子，连江湖规矩都不要了。浪人不需要名声。若他对我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呢？除而快之，绝不留后患。杀人多无趣，我更喜欢狗咬狗。是。少夫人，夫人吩咐今日4时前往大雄宝殿听经，请您打扮得体些，莫要太过招摇。4时，还挺早。做什么事都要诚心诚意，还望少夫人慎言。袁妈妈现在越来越会教训我了。少夫人真是折煞奴婢了，奴婢怎敢教训您？最好是不敢，不然我还以为母亲不满意我这个嫡长媳，找一个奴婢过来教训我。少夫人说的是。还有事？夫人请少夫人前往斋堂用斋饭。以后有事就直说，少教训我。母亲还在呢，轮不到你多嘴。是。龙英，龙英，蒋舅爷，就算你是小侯爷的舅舅，
但我们姑娘的名讳也不是您该换的。哦，原来长辈不能换小辈的名讳，是舅舅无礼了，还望容英莫怪。舅舅要是真觉得失礼，还是让开，让晚辈先行离开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想到谢家嫡长女竟如此有气势。我也没想到，蒋家的人竟如此恶行。这要是玩弄起来，肯定非常有味道。六爷，可有把握？你就去长姐和长嫂说，只要今晚把他身边的人处理干净，我自有办法。六爷放心，一定会处理好少夫人身边的人。奴婢这就去禀告夫人。伯母，幸亏今日我与姑姑来了，不然可就错过一件好事了。若若，休得无礼。什么好事啊？小事罢了，不值一提啊。稍后我们去大雄宝殿听经，薛夫人可要同去？哦，身子有些乏了，就不去了。那就不打扰了。伯母，双儿姐姐能同去吗？当然。真是不要脸啊！来寺庙私会，商贾之女果然低贱。张姑娘是在说我吗？你。若若，休得胡言乱语，道歉。哼，没说你。英国公家的姑娘，该有的教养还是要有的。薛夫人，告辞。蒋淑儿，你就这么看着他勾引你六叔？他仗着姑母心善，嚣张的很。夫人，事情已安排妥当。无论你们耍什么把戏，我奉陪到底。袁妈妈这时候把我叫来，有什么事啊？夫人需要你解决一个人。解决谁？小侯爷先娶的少夫人。当初不是夫人千挑万选的谢家大小姐吗？不听话是祸害，不能久留。可会有什么麻烦？
夫人会打点好一切。今晚少夫人的院子会遣散下人。好，我奉命行事。荣英，我与你舅母要去偏殿求签，你要一起吗？就让荣英四处转转吧，儿媳哪能时刻跟着婆母？那你随处逛逛，不必拘束。是母亲。姑娘，奴婢要禀告一件事情。等下再说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姑娘，我们回家告诉老爷，提和离，郑侯府不能待了。和离就能解决？只要离开侯府，夫人的手还能伸到谢家去。退让，只会让他们更肆无忌惮。可他们要的是您的命啊！我的命没那么好拿。可你为何往那火坑里跳啊？芸娘，信我。姑娘，我们真的不逃吗？逃什么？该怕的是他们。芸娘这是怎么了？袁妈妈怎么来了？夫人让奴婢来告诉少夫人，她今晚歇在舅夫人处，不回院子，让少夫人早些休息。好，奴婢告退。姑娘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姑娘，姑娘，这香有问题。不好了，少夫人不见了！不好了，少夫人不见了！不好了，少夫人不见了！少夫人不见了！不好了，少夫人不见了！齐夫人先不要慌张，少夫人贪玩，等会儿就会回来呢。这都一上午了，总不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？夫人，夫人，少夫人有着落了。夫人，怎么，是我不能听的是吧？说吧，薛夫人不是外人。那，请夫人和薛夫人随奴婢一同前去吧。少夫人入睡要点这么浓的香，实不相瞒，我这儿媳自从前段时间病后，就格外爱用这香。这是六爷的衣服。娘，你不是去找若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
说什么？还不快去找！奴婢找过了，哪里都不见姑娘，怎么办啊，姑奶奶？薛夫人，我也派人去找一找。是啊是啊，应该是贪玩，说不定现在还在哪儿等着呢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热闹？这一个个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。这是出去！哦，是，我们现在就出去。荣英，快走！走什么？别添乱！母亲，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叫别？把这个混账给我押入开封府，把大姑娘带走，把大姑娘带出去！怎么会这样？这香真特别。谢荣英，母亲这么大声做什么？莫非小舅舅荒唐想到张大姑娘和儿媳有关系？母亲冲儿媳发什么怒？你昨夜去哪儿了？你昨夜去哪儿了？就在厢房中。你昨夜根本就不在厢房中，是吗？母亲好像很不满儿媳在厢房中。这房中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？这香有问题。这香完了会晕倒，姑娘快走！姑娘，我带你去另一个院子，那里安全。姑娘，就是这里了，奴婢已经打点好了。姑娘，蒋莹快来了。他们想毁我名声。英国公府女眷的住处离这不远吧？是。是我。是我。小妹。母亲现在不应该问这厢房内的事跟儿媳有没有关，而是该想想怎么平息英国公的怒火。你竟敢这般目无尊长！那又如何？你是不是还在想，原本在这厢房内受折磨的人，应该是我，想败坏我名声，肖想成功后拿我的嫁妆填补亏空，名声败坏的我，就算谢家再得势，也找不了你们秦家一分忙。接下来，母亲该担心的就是报应不爽了。我等着母亲再报复。谢夫长女果真贤良淑德，竟敢如此对待自己的婆母。我要是你们，现在就该好好想想如何保下蒋莹这条贱命。毕竟英国公府张家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。母亲，儿媳就不奉陪了，
告辞。你以为你的下场会好到哪儿去？薛夫人会不知道我们的打算？薛夫人会不知道我们的打算？有没有可能，我就是故意的呢？什么？这场戏很精彩。主子，今早永英侯夫人也在寻儿媳。吩咐下去，封锁消息，绝不能透露出去半个字。是。此次受害的是英国公府嫡长与张诺诺，那蒋家必然保不了蒋英，蒋家与张家必然决裂。如此，文臣之间出现嫌隙，那边关之战，边关必起战火。谢荣英是故意的，他这是专门送给本王一件大礼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谢家老四善武，谢家休息的太久了，是时候替本王解忧了。让四叔做好去边关的准备，这次是真的要开战了。姑娘故意让蒋张两家产生嫌隙，是他们逼我。你随我去一趟刑房。是姑娘。姑娘要去做什么？我要蒋莹的命，我绝不会允许算计我的人有一丝机会翻身，我也绝不允许对自己留下祸根。小舅舅觉得好玩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要干什么？白知县，这个礼你可收好，这是成婚缺席的赔礼。当然是要你。是我太小看他了。这2日都歇在那巷子里，对今日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想法？说话！是您自己心思不够缜密，让他钻了空子反咬一口，还要了六舅舅的命。难道该反思的人不该是您吗？这就是你的想法？你没有心吗？母亲，您当初让我娶谢荣英，你有一件事情顺心吗？那谢氏，我是一日都不想看到。我决定，我要接瑶儿进府里。你说什么？那谢氏狡猾难对付，不如和离，让他回谢家。休想！秦家的亏空必须由她的嫁妆来填。
既然母亲心意已决，那我请旨出征。家中之事，就由母亲亲自处置。你给我站住！瑶儿有孕了，我不能让她藏一辈子。逆子！陛下决定不与今日和谈，竟然让谢家的老四亲自挂帅出征，还要让父亲作为副将同行。那咱们正好去边关。就是不知道谢子和陛下说了什么，竟然让我以新婚的理由留在汴京。如果这个时候带着你和父亲悄然离开汴京，那就是抗旨。你知道的，我只想留在你身边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既然不能把你带走，那我一定会让你入府。只是母亲呢？相信我，我去说服你母亲，她会让我进侯府的，以平妻的身份。恐怕没这么简单。她会在意的，这可是永裕侯府的未来。姑娘刘玉簪挑衅蒋氏，是否太冒险？我就是要他自乱阵脚。4爷后日出征，老爷问您是否回谢家？自然要回，但不必告知蒋氏。姑娘，还有一事，但说无妨。听说小侯爷要娶平妻了。姑娘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急什么？该来的迟早会来。正好小侯爷的后院太冷清了，等他娶平妻的时候，我再帮他物色几房妾室。到时候这侯府可就热闹。姑娘的意思是，每日晨昏定省之时给母亲请安，也不觉得冷清。夫人，明日真要进侯府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去帮我办件事。少夫人真邪乎了，都说碰到她没好运。蒋六爷被关入开封府前，才刚刚送了少夫人新婚贺礼。是啊，不久后他就被送进开封府了。重点来了，蒋六爷死无全尸，五脏六腑都露出来了，脑门插着的正是新婚贺礼，就是送给谢氏的那只白玉簪。你发现没有，少夫人自从生病后就完全变了。少夫人看着挺规矩的呀，怎么中了邪了呢？都在胡说什么呢？还不快去干活！是。
夫人，夫人，府内都在传谢氏中邪了，说六爷的死。袁妈妈，你怎么看？不过少夫人自从那次风寒后，就像变了个人。好了，今天上官瑶进府，谢氏的事情先放一边。只要他喝了上官瑶的茶，这件事儿就算定了。以后要是谢氏为难他，跟我这个婆母可没什么关系。这就是瑶儿吧？果然是个可人儿。给夫人请安。快坐吧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上官瑶见过少夫人。原来上官妹妹如此绝色，难怪侯爷日日都不回府。瑶儿身体比较虚弱，我只不过是去照顾她，你不要为难她。为难？小侯爷哪只眼睛看见我为难上官姑娘？既然上官姑娘来了，那我便让人挑个良辰吉日，让君毅将上官姑娘迎娶进门。荣英觉得呢？母亲决定就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上官姑娘给荣英敬茶，也算得了正妻同意。荣英啊，事已至此，若是你父亲问起，就要实话实说。母亲与君毅可没有逼着你接纳上官姑娘。母亲放心，儿媳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毕竟家和万事兴嘛。你的大度，君毅和上官姑娘一定会铭记于心。上官姑娘，该给少夫人敬茶了。姐姐，请用茶。上官姑娘刚进府，许多礼数不必操之过急。母亲，儿媳也给小侯爷准备了3、5个妾室。既然上官姑娘要敬茶，那其他妹妹也一并敬茶吧。芸娘，带人进来。是。参见夫人、少夫人。儿媳虽心有不悦，但也得为小侯爷的子嗣考虑。母亲，儿媳有做正事的大度吧？谢荣英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当然是为夫君的子嗣考虑了。妾身在为夫君分忧，也想多些姐妹在母亲跟前伺候啊。不用，我不需要什么妾室。哦，夫君是想为了上官妹妹守身如玉？你别想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破坏我和瑶儿的关系。就算你装出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，我的心也不会放在你身上。
没事的，少夫人也是为了你的子嗣考虑。我不想你为了我，让你的子嗣单薄。既然上官姑娘都这样说了，小侯爷也不用证明对上官姑娘的深情了。谢容英，况且若是这么深情，怎么这少夫人的位置成我的了？既然我是这永义侯府的嫡长媳，就有责任为小侯爷的子嗣考虑。毕竟，母亲也想早日抱上大胖孙子。母亲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，母亲？荣英说的是，子嗣重要。母亲，不着急纳妾。你这个正气的肚子里都还没有消息，那些妾室怎么能越过你生下长子长女？儿媳也想啊，可这小侯爷日日都不前往东院，儿媳怎么能有消息啊？君逸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荣英是你的正妻，怎么样也该……母亲，我的事我自己做主。够了！我看谢氏给你相看的这些妾室，不管是模样还是身段，都是极好的，一并收入你房中。君逸，夫人说的对，你就收下吧。瑶儿，没事的。姐姐，还请你喝了妹妹给你敬的茶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同侍奉夫人，一同侍奉君逸。替这五位姑娘上茶。是。谢容英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没事，君逸。少夫人与你成亲不足1月，心里自然是有气，有气就是要发泄出来。没事，我可以与那些妾室一同给姐姐敬茶。哎呀，翠芝，你转来转去的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姑娘，小侯爷娶平妻的事已成定局，可这外面的人都在传，是您中邪才害死了蒋六爷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原来如此，你去跟顾寻说一声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叫他把马车备好。是。姑娘是来买消息的，还是卖消息？我要买承德4年骠骑大将军上官燕的画像，5000两白银。此时此刻，我要见到画像。有位姑娘来买上官燕的画像，罪臣上官燕。买画之人是永义侯府少夫人谢容英。给他。这是承德3年东家亲笔所画。告辞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道士是陇西来的，道行深，道行高，定会把邪祟一击毙命。
一击毙命，这可不好玩。我要的是谢荣英遭万人唾弃，走投无路，才解我心头之恨。小夫人给少夫人敬茶。姐姐，请喝茶。以后就辛苦妹妹多加照顾小侯爷，好好侍奉母亲，同我一起帮衬着母亲打理好后宫。姐姐放心，妹妹定会和姐姐一起照顾好母亲，侍奉好夫君。妹妹难道是怕我当着这众人的面暗害你不成？怎么会？妹妹只是觉得这金簪太过贵重了，妹妹怕是受不起。妹妹真会说笑。祝妹妹和夫君百年好合，永远不分开。夫君这般看着我作甚，我是真心祝福你与妹妹的。吕程送入洞房。这少夫人并不像中了邪的样子。是啊，说话温婉，颇有正式的风度。果然传言不可信啊！此言差矣。这邪祟畏惧喜气，显然那高座的少夫人，这个时候还没有被邪气所掌控。诸位，现在这个时候正是邪祟精力最弱的时候，想要救少夫人一命，还需要做法才行。要是过了这个时辰，再对付邪祟，怕是晚了。有你，你跑不掉了！有你，你跑不掉了！那少夫人是怎么中邪的？自然是在本体最弱的时候。少夫人想来是在月初的时候，受了一场很严重的风寒。确有此事，我这儿媳也是在那场风寒之后就开始不对劲了。道长，这可怎么办？您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救救我们少夫人。你放心，有道长的出现，肯定能有办法的。道长真是厉害，连我何时患的风寒都算得出。有你，快从谢氏的体内离开！你要如何？自然是把你体内的邪祟驱除掉。继续。阿爷，等会儿爷爷要出门一趟，最多1个时辰后回来。在这乖乖的，等爷爷回来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爷爷，我就像以往一样等爷爷回来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时候谢荣英体内的药效该发作了，怎么？难道道长会错了意？这邪祟
并没有在我的身上。道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……瑶儿，你怎么了？瑶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大夫，快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请什么大夫？这一看就是中邪了。道长，我听闻这邪祟不仅在人最脆弱的时候爱上身，在最喜庆之时也爱上身。毕竟这喜气不代表是正气，也可能是邪气。道长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少夫人说的是。刚刚还好端端的一个人，现在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这不是中邪了是什么？道长，可有什么好办法？当然是驱邪。那就驱邪。母亲，你这新儿媳带着邪祟就进了门，我们永义侯府怕是要倒大霉了。别在那胡说八道！是不是你害了瑶儿？你这个毒妇！小侯爷可真会说笑，我怎么有本事害你的瑶儿？道长，可有法子？母亲，你也相信这种荒谬之言？突然这样，不是中邪是什么？快去把小侯爷拉开！是。滚开！母亲，瑶儿不是中邪了，我先带她下去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今天可是我跟瑶儿的大婚之日。道长，你可有什么法子？母亲。道长，侯夫人在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。毕竟让新娘子当着众人的面丑态百出，实在是丢了永义侯府的脸面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小侯爷是在说笑吗？身为永义侯府的嫡长媳，要是在这里没有说话的地方，那应该在哪里有说话的地方？这小夫人中了邪，我们姑娘还不能关心关心了？少说两句的。道长，这大夫怕是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既然小夫人中了邪，那就赶快驱邪吧。对呀，这驱邪呀！驱邪，这个药啊。这果真是中邪了。只需要服下一颗驱邪丸，就能压制体内的邪祟了。服下就可驱邪了？是的。那还请道长给我，多少银子我都可以出。君夜，这是怎么了？瑶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的肚子好疼，孩子，血，流血了，流血！快叫大夫，快！这是滑胎之象。夫人服用了什么？茶盏，快去把茶盏拿来。这就是普通的茶水啊！夫人还吃下了什么？这个呢？你给夫人吃了这个，有何不妥之处？这里面掺杂了牛膝与红花，怎么敢拿给夫人服用啊？这可是害人的！坏
扶小夫人下去休息。等等，你让谁等等？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母亲，这上官妹妹流了这么多血，胎儿怕是保不住了。难道母亲想让这罪魁祸首逃之夭夭？来人，把这神棍抓起来！上官瑶与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要如此加害于他？道长，夫人要他生不如死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对，夫人要对付之人，名声在这汴京一落千丈，最好从此以后就如疯魔一般的活着。夫人，全安排好了，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道长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所担心的一切都不会存在。既然雪清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贫道就出面度一度这个孽障。此药服下以后，只需在半盏茶的功夫就会生效。半盏茶的功夫后就会疯癫？还需闻到贫道桃木剑上的特有气味才会发作。那就麻烦道长了。贵相收网了。是的，姑娘。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发疯，落得个疯子的名声，正好证实了最近京中的言论。这上官瑶好算计，一进门就想让我在整个汴京抬不起头，也算是一进门就送给蒋氏一份大礼了。姑娘打算如何做？将计就计，不说话啊。雀之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娘，救救我！启禀少夫人，就是这个女人偷走了您的库房钥匙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没看出来吗？这小丫头的娘是侯府夫人身边的妈妈，她去少夫人房中偷钥匙，猜背后谁指使的？难不成赵侯府夫人？对呀。既然手脚不干净，那就拖出去杖责50。娘，救我！娘！谢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成何体统？还不把你主子给拉起来！客人这么多，是想让大家觉得我这个当婆婆的为难他们？儿媳知道母亲因为家里亏空的事焦头烂额，但儿媳面对这100多万的亏空也是无能为力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100多万！母亲怎么就不信呢？要以这种方式偷儿媳库房的钥匙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刚刚这神棍说少夫人中了邪，夫人激动的配合着少夫人说，的确是中了邪。这人心呢，真是难以直视啊！知道什么就在此胡说八道。家中有事，就不留诸位了。别愣着。放肆！怎么，母亲也觉得算计儿媳的嫁妆是一件无能又丢人现眼的事？你
个小贱人！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！小贱人！儿媳是说错了哪一句话，让母亲有如此反应？还是说儿媳每一句都说中了母亲的心思，母亲才如此激动？你还不放开？怎能如此对待你的婆母？来人！来人！把这个忤逆尊长的贱妇关起来！关起来！放开！知不知道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？你公公尚在前往边疆的路上，如此不孝，叫他如何能在战场上安心杀敌？三叔是觉得我帮侯府填补亏空，就是对侯府最好的孝顺。你这丫头话说的这么难听，看来是真的没有被好好的管教。你婆婆被你气成这样，今日就请你父亲好好的教教你什么叫孝顺婆母。不知道秦三爷如何管教我谢静的女儿？不知道秦三爷要如何管教我谢静的女儿？永义侯的小侯爷今日娶亲，侯夫人怎么也不邀请我这位亲家？蓉儿，你祖母昨夜病了，今早就念叨着你了，跟我回府吧。啊，是父亲。亲家，这不好吧？荣英嫁过来后与我儿相看两生厌，至今都没有圆房，我儿不得已才娶了个平妻。你也是男人，应该懂得我儿的不易。笑，我谢静要懂他秦俊义的不易。荣英是盖了官印上了族谱的，就算是你女儿，也无权带走。主君，这秦家简直就是厚颜无耻！夫人那侍女趁姑娘不在，就偷走了库房的钥匙。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在瞎说什么？自从我家姑娘嫁到秦家，他们表面上让她操持家务，实际上是想让姑娘填补府内的亏空。你家姑娘不是没品吗？弄得好像我们全家都欺负她一样。早知她是这般悍妇，我秦家绝不会登你谢家门。三叔怕是忘了，当初婆母为何要登我谢家的门？你，蓉儿，别跟他们废话。收拾收拾，随我回谢府。是。求夫人放过贫道，贫道今日出现也是受了上官瑶之意呀。求夫人放过贫道，贫道今日出现也是受了上官瑶之意呀。你可知污蔑的后果？若有半点虚假，天打雷劈！该不会是你们串通好的吧？倒还有上官瑶亲笔信为证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是我污蔑上官姑娘，那不如我们报官吧。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还嫌今日发生的事不够丢脸吗？今日是我儿的大好日子，你又没什么事，他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还是不放过他？好了，荣英，随我回谢府。是。你们这是要我秦家成为整个汴京城的笑话！秦家取平妻时，可曾想过谢家脸面？爹。瑶儿，没事的，君爷。出去！母亲，
你要做什么？君逸，母亲定是与我有话要说。没事的，你先出去吧。谢荣英怕是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，记住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把秘密泄露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现在可以解释为何对秦俊逸取平妻如此平静了吗？爹，女儿嫁过去才知道，秦俊逸一直在外面养了个外室，而且秦家让女儿操持家务，当家做主，也是为了让女儿填补亏空。初到永义侯府，钟馗之事就落在了女儿头上。若是女儿办不到的事情，为了在侯府站稳脚跟，女儿也会想办法办到。差了银子，就找爹您来想办法。哼，混账！当初蒋氏上门，我多多少少知晓他的一点小心思，没想到他却如此贪婪。你怎么想的？爹放心，女儿自有打算。秦俊逸可是把外室弄进了侯府，还当平妻。哎呀，你二叔和四叔要是知道我给你定了门婚事，还把你弄进了泥潭，也会痛骂我为了利益牺牲了你。放心吧，爹，女儿受的这些委屈不会白受。哎呀，和离太便宜他们，他们总得付出代价。见过母亲。俊逸，过2日大娘娘设宴给魏王殿下选妃，你去把荣英接回来。儿子没记错的话，这件事应该是薛夫人负责的。这薛夫人到底是何意？她侄女张若若吃的苦，岂能算呢？你去谢府接人，不管谢静怎么骂，都忍着。儿子明白。哎呀，都是你做的孽，才让蓉儿遭这个罪。事已至此，唯有和离才是上策。和离？蓉儿日后如何在汴京立足？哎呀，蓉儿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不和离。若是因为秦俊逸娶平妻就和离，那日后谢家姑娘都要背上善妒的骂名。爹明白你的心思，但侯府险恶呀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给女儿一些时间，再相信女儿一回。老太太，主君，小侯爷来接姑娘了。哼，让他进来。君逸见过岳丈，祖母。新婚燕尔，姑爷竟有空来谢家。孙女婿是来接荣英回府的。荣英，你决定好了？爹，祖母，荣英先回去了。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哎呀，你笑什么？我笑小侯爷心里厌恶我，却还得亲自来接我。
过几日大娘娘寿宴，你需随我同去。为王选妃，母亲这次让我接你回来，是希望你能够放下芥蒂。如果你能够接纳瑶儿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过日子的。你母亲闹了这么一通，你觉得你母亲乃至整个秦府的人对我没有芥蒂，心里怕是想着怎么弄死我。只要你能够安分守己，我定会护住你。是吗？那我很期待小侯爷如何护住。小侯爷、少夫人，你们回来了！快快，夫人啊，就等着你们回来呢。母亲早早就安排了厨房，做好了饭菜，就等着我接你回来。是吗？那真是劳烦母亲费心。是呀，少夫人，夫人正等着您呢。快！若是我不去，倒显得我这当小辈的不领情。那就不要让母亲等太久。夫人，小侯爷和少夫人到了。快快坐下。快尝尝，看合不合口味。啊，尝尝。君逸也尝尝。味道不错。守英，之前都是母亲的不是，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母亲今日怎变得如此客气？母亲也实在难以开口。侯府中的困难你也知道，你二叔和三叔各凑了10万两银子，但对比那窟窿，还是杯水车薪。母亲不是打你嫁妆的主意，母亲只是想你把我们秦家给你们谢家的聘礼拿回来。虽然没有多少，但能有多少是多少。我和君逸也会想想别的办法，尽快把那窟窿给填上。荣英，待我们把那个窟窿填上之后，母亲会把欠你的都还给你。你放心好了，以后整个侯府都会由你和君逸来承担。母亲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承受太多。母亲都这般说了，儿媳等下就让人清理一下当初的聘礼单，如数还给母亲。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们一定不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。还请荣英不要放在心上。母亲放心，儿媳不会放在心上。儿媳用好了，东院应该还有事等着儿媳去处理，先回去了。去吧。母亲，这聘礼要回来，是不是也太……闭嘴！我们秦家给的聘礼，虽然不如他谢家的嫁妆多，但也不差。他谢家能把嫁妆抬回去，我把聘礼要回来，怎么了？可这要是传出去，外人该如何看我们秦家？怎么，你还嫌丢人？你当初执意要娶上官瑶进门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整个汴京城会如何看待秦家？他谢家做初1，我秦家做15，
别跟我提什么名声，这永义侯府的名声早就没了。你跟荣英提桃花宴的事情了吗？那就行。都办妥了。清单交给了蒋氏，那些聘礼也都是从侯府正门抬进来的，这会儿怕是整个府内都传开了。很好。姑娘，奴婢还听说，薛夫人今早见过蒋夫人，此次桃花宴又是薛夫人主持，奴婢恐怕其中有诈。不急，去打听一下，在开宝寺伺候张若若的侍女，她在不在英国公府？不管是打死还是发卖，都给我打听清楚。是。来了。谢氏。请注意你的身份，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冷落你吗？过来。小侯爷今日真是羡煞旁人啊，2位妻子半左右。你不要胡言乱语。我看小侯爷还是多陪陪上官妹妹吧，毕竟刚没了孩子。我就不打扰小侯爷和上官妹妹相处了。别生气了，相公，别生气。奴婢不是故意的，贵人饶命。没事吧？你走路不看人的吗？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无妨，先去更衣吧。贵人请随奴婢来。怎么越走越没人？不好意思，少夫人，我家属的有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，夫人，人带来了。安排的利落点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是。那他的丫鬟该怎么办？这还用我教你？尽快安排好。是。尽快安排好。是。你这个女人！姑娘，你让手下盯着薛夫人，薛夫人和蒋夫人有个短暂的交集，只是离得太远，听不真切，只听到“魏王”2个字。听闻魏王殿下年少时就在战场厮杀，性格暴戾乖张，手段阴狠毒辣。原来薛夫人这次把我打晕，打的是这个主。姑娘，那接下来呢？
既然薛夫人都把戏台子搭好了，那没人唱戏，怎么看戏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英国公府想把大姑娘嫁给太子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。应该是，英国公府就是太子麾下的。大姑娘要是能嫁给太子，那两者间的关系不就牢固了吗？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喜欢太子。世家女不就是用来稳固地位与权势的吗？英国公府绝对不会允许大姑娘别有二心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明明喜欢的是魏王，怎么可能嫁给太子？万一家里逼着我嫁给太子，不行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就算是做妾，我也要做魏王的妾。蒋夫人不用客气，今儿个咱们就静候佳音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外面传着少夫人与魏王私会。王爷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张姑娘，你多次接近王爷，现在有孤身一人在王爷的房中，成何体统？被人知道你名声还要不要？我不要什么名声，王爷，求求你娶了我吧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只要王爷愿意娶臣女，哪怕是做妾，臣女也愿意。今日的事情，本王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送客。张姑娘，请吧。臣女不愿离开，臣女离开之后，王爷再听到臣女的消息，怕就是臣女不在世的消息。送客。王爷难道不怕我出去告诉别人？你看了我的身子吗？张姑娘，还请你快些离开，不然不要怪我一个大男人对你不客气。王爷，你当真要如此狠心吗？送客。不行！薛夫人到。你怎么在魏府这里？众人周知，太子和英国公交好，张姑娘自然是受英国公指使，前来跟王爷说一些想要嫁给王爷之类的话，好让王爷的名声受损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张姑娘刚刚有没有对王爷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张姑娘刚刚有没有对王爷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若若应该是走错了地方，打扰到了王爷，真是抱歉。快给王爷道歉，说你不小心误闯进来的。薛夫人真会说笑，这前院到后院的距离，可不像是一不小心就会误闯。谢氏，你应该知道名声对一个姑娘来说有多重要。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就往我们家泼脏水，这又是何意？还不赶快住口！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君逸，还不把你媳妇儿带下去！张姑娘，刚才确实对本王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但是本王念在她是一介女流之辈的份上，本王就不将张姑娘对本王说的话公之于众了。你刚刚想说些什么？刚刚我在后院恰巧碰见了张大姑娘和两位丫鬟对话，言辞之意是太子和英国公交好，所以张大姑娘要为太子分忧，这才……够了，讲话要讲证据。进来吧。奴婢是从小伺候大姑娘的，
奴婢不想看着姑娘为了太子毁了自己的一辈子，求求你放过奴婢。东府，贱人，谁让你说出这番话来的？奴婢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姑娘不能为了一个男人毁了自己，毁了张家。不，你胡说！我不喜欢太子，我喜欢的是魏王。不，你胡说！我不喜欢太子，我喜欢的是魏王。你要不要脸？对，我就是不要脸。来人，把大姑娘带下去。把这个贱人给我带下去！殿下，多有打扰，回去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哼！殿下，让姑娘这么一闹，不仅太子殿下名会受侮，英国公和太子殿下的关系也会紧张，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？这份礼物是他亲手交给本王，本王很喜欢。殿下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薛夫人原本要设计的人是谢荣英，就像上次在寺庙一样，他们反被设计不说，还暗中帮本王解决了英国公的这个麻烦。这倒是。去书房将本王给谢荣英准备的礼物拿出来，你亲手交给他。既然本王收了他的礼物，自然要回你。是。他会是一把好刀。姑娘，外面有人给了我这个，让我务必交到您手上。去把账簿拿来，还有那幅画像也一并拿出。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去状告整个秦府。姑娘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为何不等和离后再敲鼓？这样您还是谢家人，可现在，即使你把整个秦家状告，你自己也不能独善其身。我要是此时和离，可能会被秦家人反咬一口，有可能会连累谢家。但现在不同，我以秦家人的身份状告秦府，赌上我所有，那秦家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姑娘，可是为什么？您为何执意如此啊？就这么恨秦家人？我要的是公道，我要为前世的自己讨一个公道。我17岁加入永义侯府，成亲1月有余，丈夫领军披挂出征，为了夫家。我呕心沥血，几乎断送了自己的一生，却落一个无人依仗的下场。简直是胡闹！过上了你想要的日子，和你的良人相伴一生，你现在又带着妻儿回来，你把荣英置于何地呀？他不是已经快要死了吗？我们两家成婚本来就是为了利益，你谢家也拿了好处，别装无辜。是吗？你秦俊义和良人间谍情深，琴瑟和鸣。我呢，我就活该断子绝孙，
孤零零等死，凭什么？记住，别给我机会，我会弄死所有让我不好过的人。不是重活一世，事情就这么算了。既然重生，那就和秦家人不死不休。请皇上彻查秦家。谢荣因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义侯府秦家私自挪用公家银子，胆大妄为，召回汴京。蒋氏私自放印子钱，行为恶劣。秦君义举罪臣之女上官瑶，欺下瞒上，秦家剥夺永义侯封号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审问。谢荣英大义灭亲，功过相抵，特令秦谢两家和离，往后婚嫁不受影响。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谢姑娘，有没有兴趣和本王做个交易？